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红白机平台的经典飞行射击游戏《无赖战士》。咱们先用密码选择一个隐藏的难度，这个难度呢，只有通过密码才能够开启，是游戏当中难度最高的选项了。感觉这个难度啊，比空中魂斗罗难度还要高。游戏的操作方式呢，你可以向8个方向进行自由的射击。如果按住单发键的话，可以锁定射击方向，这点还是比较方便的。游戏当中呢有3种武器，咱们在屏幕的右下角可以看到，分别是激光、光球，还有导弹。我现在使用的呢是光球，每种武器的级别最大是10级。吃满的话呢，可以大幅度的强化。另外，屏幕的左下角是你的护身槽，也就是所谓导弹槽。其实游戏当中对它的设定呢是古弹，使用之后呢可以清屏。咱们可以通过吃这些红色的能量球进行补给。大概4枚能量球可以长1格，这个计量表呢一共是8格，但是如果你吃多了的话，它又会从0开始计数了。这一点有一点像沙罗曼蛇或者说宇宙巡航机。很快啊，我把光球已经吃到8级了，大家注意，现在背后也有一发了，并且呢，之前我吃到了一个护身。护身这个单位啊，可以绕着你转，它呢也是有攻击力的，但是呢打不了子弹，所以说在一些情况下呢，它能够保证你的安全。但如果子弹打过来了，你最好还是使用古弹来进行清屏。这里就是第1关的 BOSS 了。我使用光球呢，还有一个原因啊，就是光球可以穿越部分的障碍。包括 BOSS 的身体，不过这个触手啊，咱们是没办法的。好的，干掉了他一个弱点。BOSS 的弱点呢，就是他的3个眼睛，还差1个了。我的古弹槽啊，放空了，终于是把他干掉了。过关之后呢，还会根据你的武器等级进行奖励结算。光球的好处就是攻击范围比较广一些，并且呢，它能够穿越一些障碍物。那其实游戏当中的激光也是比较好用的武器。吃满之后呢，可以向4个方向进行发射，攻击力比较高。通常呢用来秒一些 BOSS， 但是这种导弹啊，我实在是没看出它有什么优点。本关我争取把激光等级吃满。这个古弹槽还是比较好攒的。上一关咱们几乎已经用空了，这关呢又减了一大半。尤其是这种隐藏难度，该用的时候就要用了。S 呢是速度，吃完了之后你的移动速度变快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刚刚这个 S 啊和 M 摆在了一块儿，这个我看不了啊，不玩这个啊。当年不懂啊，现在也不懂，没见过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激光已经吃到了9级，再吃1级的话会变成4项的。
这个射的就猛多了。我把 M 补一补啊，强迫症吧。虽然这种武器呢我不用，但是呢也要吃满。本关好像差一个。我在疯狂的放古弹啊，因为这个计量草已经要满了。这是激光，这个激光呢，如果你是向正面射击的话，它是斜着的；如果你向斜方向射击，它就是一个十字了。所以说这个方向啊，自己要想清楚。这关 BOSS 呢，说难也不难，但是打起来啊，时间会比较长。现在它分成了3节。其实打这个 BOSS 啊，咱们放古弹呢作用不大，但是遇到危险或者 BOSS 离得比较近的时候，我还是习惯放几发的。好，差最后1节了，打完。然后呢，就是第3关。第3关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关卡，它是一个俯视视角的。这个有一点像超级魂斗罗的第2关，还有第6关。游戏的开场啊，咱们可以瞥一眼本关的地图。这个地图显示时间大概1秒钟左右，你能够大体上确认主人公的位置，还有 BOSS 的位置。咱们直接就走到 BOSS 的位置，把它干掉。那 BOSS 的弱点呢，就是他身上的这些眼球了。其实这里使用光球更好打一点，光球呢可以穿透进去，把它里边那2个眼球干掉。好的，我这里就图省事了，没有换，因为想快一点打过关嘛。这种俯视视角呢，场面比较混乱，我怕夜长梦多呀。现在毕竟反应能力呢不如当年了。又吃到了一个护身，但这个护身呢就这样了。注意啊，现在是咱们的 M 弹，也就是导弹吃满了的状态。它呢也是向4个方向进行射击的，但是它不像激光一样，人物改变射击方向呢，它不会改变方向的。这里有很多的障碍物，所以我选择了使用光球。这样的话呢，它能够穿越这些障碍物，提前把敌人干掉。你把对面压制住了，那对面对你的攻击呢也会延缓。相对的，游戏的难度呢也就下降了。咱们已经是第4关了。其实游戏的流程呢并不长，只有7关。我现在所有的武器都满了，都是 A 级了，甚至咱们的固弹槽、炸弹槽也几乎是满的。现在这个状态啊比较理想，护身呢也有。小心一点，通关呢也不算太难。就是要稳啊，尤其是咱们现在有护身，有些情况下呢，可以稍微的向屏幕边缘靠一靠。敌方出现的时候呢，也会第一时间把它抡碎的。没有护身呢，就不敢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护身的旋转速度还是非常快的。所以说，你如果躲敌人的话呢，注意力最好集中在子弹上。我武器明明满了呀，他还用这些东西来诱惑我呀。这里呢，我换成了激光，因为已经从很多障碍物的地形出来了，现在的场景啊比较开阔一些，并且呢，换成激光也有利于秒掉本关的 BOSS。好，这里出现了落石，这个落石呢，就是你进入它下落的范围，它就会砸下来。
注意不要一口气的冲啊，而是有节奏的一点一点的勾引，这样他们落下来的时候呢，会给咱们一个躲避的空间。下面还有一块，好，引完之后我来秒 BOSS。BOSS 没有出手啊。第5关了。第5关有一个地方非常像空中魂斗罗，到那儿的时候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呀，难度真的很高。但是本作呀，你只能单打。如果双打的话，我估计屏幕会闪烁吧，因为活动块就更多了。这个地方不要慌啊，躲在这里，卷轴呢还会回去的。我都不知道刚刚那个敌人啊，是我的护身轮炸的呢，还是子弹打爆的。不要贪这些武器了，这些武器捡一个现在大概是300分吧，非常低了。看咱们现在分数110多万，能量槽也满了。哦，应该就是这个位置了，可能会眼花呀，这里的车会开得很快啊。那空中魂斗罗呢，也有一关是这样的，但是我感觉背景的速度比这要快。这个地方的诀窍啊，就是你不要看背景啊，你只关心敌方可移动的敌人，还有你的位置就可以了。该放炸弹的时候就放。如果呢，你的room损坏了，或者是你的卡带损坏了，无法正确的显示背后的图形的话，那这里会简单很多。因为实际上呢，它就加速了后边的背景图形的移动速度。那游戏的难度啊，其实没太变。如果你被这个快速的背景晃晕的话，那就很难了。其实空中魂斗罗那里呢，也是一样的原理啊。如果没有这层移动的背景图层的话，那你感觉不到什么难度啊。这就是当年在硬件条件非常简陋的情况下，这些游戏制作者的小花招吧。像这种有障碍物的地形，使用光球呢就非常理想。要打 BOSS 了，所以呢我又换成了激光。其实障碍物的地形呢也能够进行利用，就是障碍物呢也可以挡掉对方的子弹。哦，这个地方，哇，这一根这么粗这么长啊，上面还有刺啊，好威猛啊，太吓人了，不要被他碰到。而且他还反复的来回的出来进去的是吧？这个货呢就是 BOSS， 其实他本身呢并不难打，注意他身体周围的这些火球。咱们钻过来之后呢，用你的激光的一侧对它进行持续输出就可以了。其实在这里啊放子弹作用不是很大，但是我就是习惯了，遇到危险的时候或者和 BOSS 接近的时候，就会不由自主的按上一发。毕竟这个游戏啊，炸弹还是比较充裕的。第6关又是一个俯视视角的关卡，这里呢我就换成了光球。咱们去找 BOSS， 开场的时候也给 BOSS 的位置了。炸弹该放就放，有一些眼球啊可以隔着 BOSS 的身体把它打爆。好的，打完
用这个武器呢，打起来确实简单一点。有小兵接近，或者呢有子弹，咱们就放炸弹，集中注意力对付 BOSS 就可以了。第7关，这里呢也是最后一关了。咱们现在有3发炸弹，接着攒啊，利用障碍物，趁着对面呢打不到咱们，穿墙把他干掉。好多小蜜蜂啊，这就是护身的作用啊，非常快速的把他们干掉。炸弹的话，马上就5发了。这2个加速啊，还是不吃了吧？太快根本顶不住啊！上了年纪啊，这个速度不能太快，过于刺激。好，现在的状态呢很理想啊，炸弹几乎是满的，武器等级也是满的，有护身。又是落实的区域啊！准备 BOSS 战了。BOSS 呢是一条恶龙，弱点在头部，攻击方式其实也比较单调，就是突出石头啊，这个石头呢有一定的跟踪效果吧。咱们现在的炸弹全都放了的话，大概能够撑到把它干掉。大家注意这个光球啊，出去之后呢，它走的不是直线啊，它是有一点波动的。最后一个敌人了，炸弹该放就放。我刚刚有一发放早了，我应该等2个石头的时候再放。就是因为它张着嘴嘛，咱们就瞄着它的嘴啊，往嘴里边射。这场面似曾相识啊，好像什么时候见过。好的，我还有1发。哦，这差一个光球。但是 BOSS 挺不住了呀，咱们通关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无赖战士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